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和各位一起剖析金融市场的底层逻辑，拨开这些总经数据的迷雾。如果您最近有在关注大中华市场的5月份融资数据表面上看简直像是一场资金派对。确实，账面数字非常亮眼。对，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摩根大通撰写的这份报告。说真的，一开始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，我满头问号，因为5月的社会融资总量明明就超乎预期，为什么摩根大通反而敲响了警钟？因为这场派对其实是个幻想。如果您翻开报告的第一节，就会发现实际的新增贷款不仅创下2009年以来最冷的5月纪录，整体的贷款年增率更是血崩到历史新低，也就是5.5%。哇，5.5%，那到底为什么总量看起来很高，民间真实的资金需求去哪了？关键就在于这些数据被结构性包装了。报告里指出，支撑融资数据飙高的根本不是企业借钱去建厂扩产，也不是民众去贷款买房吗？没错，真正的推手其实是政府加速发债，还有就是银行端在玩一种叫做票据冲量的数字游戏。等一下，票据冲量，这听起来很像是那种就是学生为了应付老师检查，拿一堆毫无意义的作业来凑数冲业绩啊。对，这个比喻抓到了精髓。具体来说，银行为了达到监管机构下达的放款指标，就会大量去收购企业间的短期商业票据。了解，也就是说，银行只是在金融系统内部互相抛接这些票据。是的，就是互相抛接，把账面上的贷款总量垫高，但这笔钱根本没有真的流向实体经济去创造价值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这其实掩盖了一个冷酷的真相，就是私人部门不但不想借长期资金，反而还在拼命还钱。完全正确，这就是这份报告中强调的私人部门主动去杠杆。如果我们剔除掉那些凑数的短期票据，单看实打实的居民与企业中长期贷款，你会发现大家对未来的长线信心严重不足。中长期贷款才是检验实体经济的试金石嘛。对，报告的图表也显示，最近3个月的整体贷款趋势增长率其实已经进一步放缓到了4.9%。既然大家都勒紧裤腰带，民间借贷出现这种真空状态，那经济肯定会面临失速风险啊。中国人民银行接下来会怎么出招？面对这种情况，报告预判人下半年势必面临极大压力，也就是降息与降准将被迫摆上桌面。可是降息的话，会产生连锁反应吧？没错，当基准利率不断往下走，市场上那些既能保本又能提供不错收益的安全资产就会瞬间消失。就是我们即将面临严酷的资产荒了。就是资产荒。那利息变低了，资金找不到好去处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摩根大通在这份报告里有没有建议资金该往哪里避险？有的，请看报告的第3大段，里面点出了2大避风港。第一是具备刚性特许经营权的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，比如地方电网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具备本土替代效应的高阶制造龙头，像是半导体产业。让我厘清一下这个逻辑哦。所以挑选这2类资产，是因为他们不受房地产低迷的周期干扰吗？没错。就像公共事业有国家特许经营保障，能提供稳定的现金流跟配息，而半导体这类高阶制造是因为掌握了实体技术的定价权，对吧？正是这个底层逻辑，在总体信用增速只有5.5%的极端逆风下，没有实质现金流保护的高杠杆资产会变得极度脆弱。真的很容易出问题。对，所以那些能稳定配息或是具备无可取代技术优势的实体资产，就成了市场上最宝贵的保护伞。不过，就算我们躲进了公共事业和高阶制造这些避风港，如果整体大环境继续漏水，这份报告有没有警告我们还需要紧盯哪些暗垒？当然有，报告特别警告了2大下行风险。首先就是外部的汇率冲击。是因为美国联准会的关系吗？对，如果美国维持高利率，而中国人民银行又为了救经济持续单边降息，就会导致中美利差不断扩大，这样就会引发资金外流跟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了。没错，
这确实很棘手。那第二个风险是什么？第二个是内部的延时侵蚀效应。虽然现在表面上银行靠着票据冲量维持着业绩，但是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信用收缩所产生的坏账压力，迟早会向金融系统传导。天哪！所以一旦这坏账浮上台面，就会直接吞噬银行板块的估值。这真的是一个会延时发生但杀伤力极大的未爆弹。是的，唯有看透这些数据背后的因果关系，才能在资产荒中找到最稳健的立足点。看来面对这场结构性的重塑，我们真的不能只看表面数据的起伏。今天为各位解读这份报告，希望能留给您一个重要的思考点。没错，当官方数据与底层真实需求出现巨大落差的时候，大家真的该重新检视一下手中高收益资产的真实现金流防御力。真的，未来请务必紧盯中长期贷款与短期票据的流速对比。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谢谢大家的收听。警语：本报道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